你这录着呢吧？啊，录着。上官老师这个可以啊，调和不调就是不一样。这个车到手是0公里的大新车，因为这几天上班忙，可能骑的也不是特别多。现在是196公里。那么我们找上官老师调完避震之后，非常惊喜的，它出现了是否提前解除里程保护新手模式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走出新手村。第多少台啊？不知道，我租的。哦，租的也调啊？当然了，我只要骑车的。OK， 前边跟500差不多，后边预载。这车到我手0公里大新车，现在是180公里。我骑到现在，它给我的感觉，它的后避震是非常欠的。OK， 你有190吗？体重189？100，我现在是93。186。对，189。太软了，对吧？太软了，这可以123斤小女孩，哎，这个支撑性还行。我看它那个说明书上给的是75公斤，我觉得太扯淡了。对，太软了。它可能还是为了在路上尝试。前边你怎么用这车呀？啊，那就是路上骑。路上骑的相对激进一点，快，但是我刹车什么的会比较狠。OK， 那给油呢？比如说，这样给还是那样？OK， 比较线性，刹车是比较重的，对吗？比较重。180多，那也软。前边软和略快，后边确实比前面还要软。后边太软。对。你可以待会儿骑两下你就知道。行，我一会儿看看。稍微有一个下沉，这车整个就东西。我强烈建议你待会儿搂一圈。行，我试试。它真是个东西。OK， 好，这个评价很 OK， 让我很惊讶。好，因为我骑 R6， 它也算中排吧，我跑赛道，所以我应该能试出来。那你现在跑少了吧？去年我没见。去年跑了鄂尔多斯2次，北京跑了3、4回。然后帮个忙，我量一下前面有多长。来，使劲，好，保持，别动啊。140，好，可以了，下来了。然后捏着刹车，手扶车啊，脚尽量放松啊。预载也不够，94，脚放松。对，放松。62，来，您下来，然后帮我把车扶正。30，好，行了，30，预载也不够。现在到你手里，这就是原厂的状态。好的，你正好可以做一个记录。对，是的，就这意思。但是它做工确实不错，你看它都是这种一套工具修全车，都是全是这种。那就说明这个拆装的过程中，它是有这个想，对，就这意思。预载差值30，按我们激进的话需要调硬一点。加硬的时候就不用先松上边的锁止环，直接拧下边就好，因为我们是压它，所以直接拧下边即可。理论上应该加2、3圈，我们先加1圈，现在已经过来了，再来一点。我们看一下静态下沉量。先试一下啊，加1，然后现在回弹明显是快的，回弹在这儿，这个位置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到头。1、2、3、4、5，试一下5，还是快，估计得4或者3。4，回弹太快了是吗？对，还有4格可以用，还是快。
3、2，试一下2。2凑合。哎呀，阻尼也不太够使啊！1，这1还好，1合适。但是这个硬度还是不够的，所以然后这个压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我觉得阻尼不够，就现在还有4，我也觉得按你这个体重不太够。为什么我就算是我也一定要明白试试这个车？我想买它那个3R 的那个版本，或者是说中配不是就3R 吗？中配是3R。对，我想买它那个中配，或者是说高配，因为是赛车，好像也不能上路哎。我就拉去顺义。哦。但是我老听人家说牛逼，自己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所以就是说哦，哎呦我操！哎，那它阻尼不线性。我刚才4很软的，然后现在是顶满了，然后我们推1看一下啊。这个跟那个1格和0 out 跟1 out 差不多，我们试一下，这是2 out。2和3差的量就很大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就其实偏软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它那个阀片量不够，就是阀片数量越多，然后阻尼效果就相对越线性。然后它如果少一点，然后就可能只有最后几段是效果很明显的。现在是1 out， 你的体重大，然后你有可能骑的比较激进，100%需要支撑性好。那换一个，比如瘦一点，像我140，然后假设是个姑娘，或者是在街上溜溜达达骑的，那刚才可能3或4的那个压缩量就那个数值就可能是可以的。180，我觉得0可能适合你，甚至还不够，因为如果继续加预载的话。现在是1是吧？现在是0，现在是0是吧？因为我觉得1不够。我试一下啊，你坐着试。就是这样，当然这样试的，结论会比较有失偏颇。但我如果继续加预载的话，那个回弹会不够。我量一下，你这样，我正好量一下。21、22、23、24、6、23吧，就6、23，来下来，扶正，23、53，预载没怎么变，一圈没怎么变，偏软。我如果继续加预载的话，回弹会不够使，就这样就有点捉襟见肘了。我可以再加预载。我觉得就是给它调到它这个配的这个后避震最好的状态。行，没问题。行，我试一下，如果加半圈预载，看它那个回弹能不能拉得住。OK， 差不多半圈。后边还是挺硬的。哦，这回上劲儿了。哎，我感觉它这个后避震，它原厂给的这个，确实是它，就是到最后它会变化很多。对，你也能看出来是吧？对。好，这是应该到头了。对，到头了，回弹也到头了。理论上不压弯没问题，但是这个硬度
还是先这样吧，不太够。阻尼小了，它阻尼调的有点少。你指的不压弯是开油的那一下，对，容易打滑，就这意思。46除140，32%。前面预载是32。那这跟500一样，都是半圈响一声，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、5圈、5圈。原厂预载5圈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到头，对，5圈，32、6、7、8、9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您坐上来，我量一下。捏住刹车，脚放松。101，好，下来吧。28%， 9圈，28%，应该是10圈合适。32加4， 1圈变1%， 28、27，先试试10圈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到头。1、2、3、4。4跑街够用了，10.5。现在这是什么阻尼吗？这回弹。回弹。4应该是合适，这是5，然后试下3。3赛道行，街道有点慢。4 OK。4。7、8到头，试一下最大啊。行，够硬。哎，这个够硬。这是阻尼吧？这是压缩。这压缩。就是压下去的过程中，它管事儿。8、1、2，那就是前后不太线性。这我感觉也还行。这是2，这是2。2 out 就是，压缩顺时针到头退了2格而已。你重，所以差不多可以试一下了。等我绑个扎带啊。你加了个油？没关系。位置 OK 的。这扎带位置是 OK 的。是，我刚才稍微弄了一眼，路上绝对是够用了。好，然后对我也是这么认为。明显感觉调完那个后避震之后，凹陷的坑，对我的支撑，以及车尾的下沉，要好特别多。OK。前避震也是，但是前避震的我觉得更好，没有后避震那么明显。OK。然后前面更好是吗？不是，后边调完之后比更好，就是变量就更好。OK。然后后边没什么问题，我热了也没有问题。你觉得没什么问题是吧？对。哎，这回弹松了一点是吗？不是，有点慢呀，有一点点慢。
这样好一点，更灵活。有的车就是热了之后泄劲儿特别多，有的就小概率会有一些像反而变慢的。后边也正好，行，整体也比较正。没问题。后边给油，行，后边给油沉吗？哎，现在还好啊，就原来我一给油 ，OK， 现在大概有轻微的一下，有一点，我去试一下。没办法，我这个体重和对它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蹲一下，对，但是无所谓啊，我又不下那么大的轻体量。对，这个车到手是0公里的大新车，因为这几天上班忙，可能骑的也不是特别多，现在是196公里。那么我们找上官老师调完避震之后，非常惊喜的，它出现了是否提前解除里程保护新手模式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走出新手村。是它吗？是，确定。然后我们点一下，应该是这 Enter 吧？啊，试一下吧。哦，好了。OK， 那么我们现在再摁一下这个。按这个 Mode 键，哎，它这儿就可以有提示的选项了。哎，然后还得左手配合。哦，是吗？左手配合，你看我摁一下左手这个下 ，OK。Sport， 来，Sport 吗？你直接 Sport 吗？来试一下。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 Sport。哦，还得摁一下这个确定 Enter。现在是 Sport 模式啊。OK。现在这个仪表是它有2种仪表的显示，现在是赛道显示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PT03，这个是动力。EBC 是那个发动机制动。Brake， 对，然后 ABS 1。你确定吗？我没关系，稍微试一下。我试一下，我不会使劲的。我夸一下啊，正新这个胎，研发的上来讲啊，因为你看边上我在路上我也不会去。是。我觉得日常是绝对是够用的，包括升温。升温挺快。是的，这现在都有40多。对，包括升温，但是呢，它的胎型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，跟咱们常用的，比如光头或者宾利，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。对，没有太鼓，骑起来会有一点点笨。OK， 明白啊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也配合着这个低配车辆的193的整杯重量，就体现出来了。好。对，但是如果是高配，它据说是186公斤，会更轻。然后还有这个细节，你可以拍一下，它是尾段直通的。我靠，那可以啊。然后这个车我们拆开之后，当然不是这辆啊，它的头段也是直通的。OK， 所以改装潜力无限，只需要把中段给换掉明白，换成一个全段的懂啊，它就会非常的，至少能减轻个4公斤，差不多，然后刹车皮不够用，试出来了吧？对，有一点不够用，就是没有那么的给力，而且我其实如果是我骑，我还是想要前面再硬一格，或者车头再高一点点。是的，我觉得车头沉的有点快。是的，我给你调一下吧。但是确实，你这录着呢吧？录着。上官老师这个可以啊，调和不调就是不一样。因为我觉得车头稍微低一点，对，一刹人往前倾，倾的非常厉害。对，难受。我不知道它这个避震是什么牌子的，我没研究，就是应该是渊。是吧？应该是。我觉得对于它的价格来讲，可以了。我非常可以接受。对，价格来讲 OK 的。它应该是把扭矩，就是这个东西解了之后，它应该是把扭矩全都加在1万以后。OK。前面的区别并不是很大。对于我来讲。OK。摘带没问题。然后比之前舒服很多。对。可以先骑骑看了。